有请火星情报局副局长登场。哇！哎，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各位。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哇，有，喂，伊丽静老师来走，伊丽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大家请坐，请坐啊！感谢地球的友好单位呢，优酷的大力支持，本季火星会议越开越热闹啦呀！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联合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哦，最近好好看哦，今天太适合说口播了。啊，各位，火星厂牌的大战呢，今天呢正式开始了。火星厂牌将迎接大副局长带来的各路厂牌的挑战。是的，哎，因为我们做这个厂牌大战的原因非常简单，既然好不容易凑齐了这个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南薛北张和西洋迪，对，西洋迪啊，西洋迪，西洋迪。综艺史上最强，怎么好意思说这话呀？没事儿，咱们3个艺人一起不要脸吧。来，3人预备起，这个是最没默契3人组。这个综艺从这个综艺好吧，3、2、1，走。这个综艺史上最强3人组，一起来担任副局长。默契没有？我们当火星的综艺质检员，好不好？没错了，通过我们火星情报局来检验出哪一个厂牌才是综艺史上最有梗、最好笑、最有态度的厂牌。哎，你觉得能不能选出来？哇，能！做梦，可以，肯定可以的，因为这一次又是新鲜的朋友们了，而且这一次是我们从来没有来过一个厂牌，他们是 MC 天团。因为他们都是名嘴，大家知道吗？哇塞，10年胳膊20年腿，30年练一张嘴。跟你说，如果去了海南度假1个星期，皮肤没有黑，牙全黑了。为什么？就这么能说，就这么能说。尤其因为我们的魏下岗。拜年了，想死你们了！有点那味儿了，有点那味儿了。魏家哥，我今天喜欢你的发型哦，头盔锡纸烫啊，这个很少见了，这个发型。因为人到中年了嘛，所以那个发量堪忧，没有办法，只能靠这些东西来补充一下发量。哎，但是说实话，其实我大概2、3年没有这么频繁的工作，是很久没有就是见过这么多观众一起录节目了。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生疏，有点紧张。那掌声给家爷，想你。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吧，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更多有意思的事情。谢谢大家，谢谢。您来我们太开心了啊！您是看着杨迪录节目一步长大的，看着怎么样？这一步一步长起来啊！长得怎么样？标致不？杨迪最近戴美瞳跳 Trouble Maker。那个，因为 Trouble Maker 的版权实在是太贵了，咱们就点到为止哈，实在给不起了。除非是易立竞金姐特想跳，我愿意。易立竞姐要是在我们这节目跳 Trouble Maker 爆了，伊利爆，哇！来一个！啥玩意儿？没事儿，他们给你找 trouble 去。我音乐已经来了，来领一下。
去找静姐，去找静姐。李丽丽老师来。哎呀！哎呀！干嘛？是什么呀？这是吓人吗？几年不见就这样了。别怕，别怕，上。不会啊！什么意思啊？哎呀！我太荒唐了。这个版本太棒了！刚才那个重播那段好像那种老年交谊舞那种，快三慢四。我脑海里浮现4个字，你知道吗？大逆不道。问题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到底是要我干嘛？没事，姐别怕，没事，就跟过年一样，是吧？就是那个表演个节目而已。对，因为杨迪明年马上要参加这个《披荆斩棘哥哥》。哎呀，别呀！哎呀！所以这回就是要击杀我们的海涛呀！真正的皮哥在这里啊！特别开心来，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着梦辰一起对火星的台本，然后每年对火星的女婿，今天我来了，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玩起来，好不好？梦辰有没有给你交代什么来录火星的话？昨天的我的 follow PD 是他。昨天晚上专门跟我一起对台本，他说交代我要好好说，好好说，你别给他搞砸了，是这意思吧？哎呀！好嘞，严肃点，严肃点。易立竞老师，他来了，他来了。灯光怎么还有光啊？给个追光就够了，追光。易立竞老师，他来了，全场。气压很低，现在掌声轻轻拍，不要吓到易立竞老师。有病啊！大家好，我是易立竞。静姐不嫌我们吵吧？你是觉得我的表情是不显的表情是吗？你们这儿没有什么降噪耳机的商务吗？我悄悄地用手机有一个分贝测量仪测量了一下，已经达到100多，是已经叫有害，对听力有害，绝对是音污染。哇，好严肃哦！那大家掌声稍微小心点啊，自己哈。对。一到我们的易立竞老师开始讲的时候，你们就这样。对，手指头啊只有食指拍好吗？就这样拍，这样不出声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真的是只有小时候去迪厅的时候才有这么大分贝风。小时候去迪厅。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没有必要吧？我们吵到您了，对不起。继续。接下来这位就是我们的冯贤。大家好，我是冯贤，新人主持人。实话实说，我是看着各位老师的节目长大的。你们节目小时候抱过我都，然后抱过你？对，就是所有。然后今天特别谁抱过你啊？对啊，谁抱过你？谁？怎么？小时候你们的没事，不重要。易立竞小时候去迪厅时候抱着你吗？没有，我说小时候老师们的节目都是抱着我长大的，你们也是吧？对吧？对，但是也是看易老师跳 Trouble Maker 也是头一次。对，但我本来很紧张，我看易老师边上，因为你刚出来的时候，易老师真的整个人已经崩溃了，就人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在那儿。人已经走，没礼貌。没有，对不起，易老师，对不起，就是已经就是魂离了，对，魂离了，觉得特别吵。但是我看易老师笑起来也很漂亮。是的。今天希望能够多看易老师的笑容，请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哎呀喂！因为对面是嘴强厂牌，开玩笑，个个都是名嘴，我们这边也是几乎全女的阵容啊。来，第一位，欢迎张延琪。延琪回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延琪。我作为上一季的这个超级火星的超级王牌特工，这么自夸吗？超级特工啊，就是被忘掉的那一批王牌特工，我又回来了，所以这次我准备强势回归。看到对面的嘴强厂牌，紧不紧张？对面的这几个 OG， 今天都要被我 NE。哎，张延琪，我们好像好几年没见了，是吧？
张艺兴，你现在有代表作了吗？哎呀哎呀！喂，什么？我在。能和易立竞老师一起录《火星情报局》就是我的代表作。还好我是高情商，绝对高情商发言，但这个不是没有用。对，多多向各位前辈学习，谢谢。好的，来下一位我们的彩玲姐。大家好，我是彩玲。今天是我第5次来，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坐那儿，然后每一集都会走1、2个人，然后我就往前挪。你说下一期万一给哪个局长挤走了，看上这儿了是吧？嗯，都是您的，你直接挪这儿。你们好好表现啊，稳住自己的位置。行，好嘞，接下来今天穿的非常华丽的我们的锤娜丽莎，好美啊，锤锤。你看她穿着这么个衣服坐在那儿，把广告全部挡得死死的。美素佳尔和喜临门真的很不高兴，撕掉他！大家好，我是火星之花锤娜丽莎。今天再次回到火星，希望可以带大家回到一个快乐老家。哎，也来过嘛，上季了哈。对，那个时候体验感如何？卡的要死。过去都是过去垮，哪有这回垮呀？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火星的管乐。嗨，大家好，我是演员管乐。你夹的好厉害呀！我是喜庆的管小月，来到火星过大年，初来乍到的小演员，希望大家新年挣大钱。哎呀，对不起，老师，我刚声音太大了 ，sorry。已经吵到了，没关系的。其实没关系，因为易老师分辨不清楚到底是谁吵到他。对，是全世界都在吵。对，易老师不管说什么，我听见都是道歉，给我道歉。快道歉吧，快道个歉吧。对，错了，然后继续。你不要被他们操控，做自己。好，不要被他们操控。好，又吵到了。好了，同学们，提案之前呢，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投票规则哈。在场的每位特工呢，都必须提一个我发现了，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最好玩的特工，而厂牌的得分呢，就是该厂牌所有特工得分的总和，哪个分得的最高呢，就赢得了本期的厂牌大战的胜利。谁说的特别棒，我们就通过这个毽子给它位置越来越高。太棒了！哎呦，那为什么不直接取代你们的位置呢？你们的位置是最高的。哇！易老师，想做就做，我腰疼很久了。易立竞老师，来，直接做，真来啊！你坐，来3个现在位置挤没有吗？坐，同学们坐。会不会觉得我站在这儿更合适？合适。确实。既然我们是厂牌大战，一定会有输赢，那就势必要奖惩。刚才在备战间呢，两边阵营都已经讨论出了，如果对方输了，希望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惩罚。现在就说出你们的创意吧。我现在这个不是惩罚吗？好了，惩罚结束了。回来了，他回来了！有。哇，太棒了！今天非常好看了。那同学们，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5次会议正式开始。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提案就交给我们火星厂牌，好吧？管乐第一次来，就你先提。耶！我发现，存在感会在你不需要的时候降临。哇，降临！你这个不像第一次来的感觉，但是我气场要达到呀，卡得很准。大家都知道，喜剧大赛之后，我也小有名气啦。让我听听哪边的朋友有认识我的吗？
女朋友。哇，厉害厉害厉害！我喜欢他这个精神病的状态，一看就是脑子有病的人，太棒了。我在街上经常，现在偶尔会有人认识我，别人认识我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哦，是吗？当然了，走在路上，人家看我说，哎，看到好像是，哎，这是我比他还激动，我就会说，哎，我是，他说你是，我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小婉。她还有个好姐妹搭档张小婉。然后有一天我去配音。我配音的时候呢，因为当天晚上我一定要去把我的美甲卸掉。美甲跟配音的关系是？你是美食节目吗？配五谷凤爪。因为第二天早上6点又有通告。好忙啊！所以说啊，一定要把美甲卸掉，然后换上新的颜色。我当时配完音已经晚上9点钟了，我搜最近的美甲店在哪，离我50多米。就我出来转个弯一看，嘿，我一看一菜市场，而且这菜市场不是那种大润发呀、物美那种菜市场，它是正儿八经那种，就是说逛菜市场。谁这么逛菜？谁？来个茄子，来个茄子。谁这么逛菜市场？就那种很松弛的、很松弛菜场。它有铺面吗？还是跟卖菜一样是个摊位？它是流动性的，像炒面、炒饭的这种。对对对，真的假的？美甲做美甲，对，就是这样。做美甲，做美甲。我这个，哎，陈官来了。没洗头没化妆，然后乌了巴秃一张脸，我就去了。我说我做纯色多少钱？他跟我说150啊，蛮贵的。150我不修手也不干嘛，150。我说便宜点50，真把那儿当菜市场了。我只收你30，你要做哪个？你要哪个？我给你做。这里是综艺场，不是菜市场。这个钱都要赚。然后我就说便宜点，然后我说最低130，我说50，他最低110，我说50，他说最低100，我说50，他说最低80，我说50，他说管乐。他说管乐，把我的名字叫出来了。我当时很想就是给他扔下150块钱，然后我消失，但是我对他说了3个字。我不是，他说我听你声音就像管乐，你就是吧？我说我真不是，我不是。他说你就是，他说你要是管乐的话，我就给你50。我一听，我说我是，你就在等这下。但是呢，后来我就有一次，发生了一点伤心的故事。哇，去年的时候，坏的好快啊！去年有一档非常火的综艺，我非常喜欢，也非常适合我，但是我不能说。武林风，河南卫视那个。对，我很想去的一个那个锤大丽莎，你帮我把这水拧一下。啊，行，谢谢。你要干啥？一会儿洒水啊？因为我嘴巴太快，然后嘴巴有点干，我喝点。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拧啊？不是我自己拿的话，我说话的节奏会掉，咱的节奏不能掉。你以为刚才你让他拧水那下没掉节奏吗？没事没关系，以后那个等管乐过期了，我也让他给我拧那个毛妹。然后我就是很想去那个，然后我为他精心准备了很多东西，但是在我出发的前一天，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然后最后没通知我去，我非常难过。第2天，我的好朋友跟我说，带我去饭局吃饭，咱们认识点新朋友，你别自己在家待着，给我总 emo 什么的嘛。然后后来我就说，那行，那我去，赶紧吃完拉倒吧。我跟他去了，去了之后，哎，确实味道还不错的一个餐厅，吃到好东西了。然后吃完之后呢，令人尴尬的一刻来了。当时去坐那儿，我比如说有我们同行，有演员啊，有就是各个行业的很多人，一个大桌子。哦。然后就有一个阿姨起来说：“哎呀，你看这是弟弟妹妹，这边都是演员啊，是不是？咱们聚在一块儿，欢聚在一起。”演节目呀？对，有没有什么唱唱歌、跳跳舞啊什么的？我当时我那个饭吃的，其实因为我心情不高兴，我有点 emo， 我就没有说太让自己就是释放出来。我是一个安静的吃饭的优雅的一个女孩，不相信。没想到那些弟弟妹妹们真的是站起来了，各种绝活。然后他来了一段诗朗诵，卷起来了。他来了一段，我想开放我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肋骨和筋络。我当时懵了，我懵了呀。我们也懵了。嘛呢？管乐，我们刚才也懵了，以为谁上你身了，被夺舍了。
他气势汹涌，他慷慨激昂。我们旁边的小妹妹也不甘示弱，站起来就是在那东山的。那第3个人演不演托举了吧？把上面2个人这边都举起来之后，打给张小婉，张小快来个托举一下吧，快点。然后我想说，大家你看氛围都还不错，哎呀，挺好挺好，就过去了。没想到那个阿姨又说，哎，你们知道妹妹旁边那个人是谁吗？你猜我是谁？没有必要。然后人说这就是那喜剧演员，喜剧大赛的那个管乐，他就是那青蛇。那既然到这儿了，咱们喜剧演员都来了，那还不得给大家来一个？我当时非常的惶恐，懂我吗？我很惶恐。我懂。这是什么局啊？天哪！在这场子上，我当时很紧张，我就特别难受，因为气氛已经烘到那儿了，他们都来一个，而且我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我知道此时此刻我该上班了，现在都等着我了。再翻一个，我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活儿？这个时候，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拿出我的手机，打开我的备忘录，我直接唱了一首。哎呀呀！叔叔阿姨，姐姐，哎呀，哎，今天在这儿开心一场，祝大家天天快乐！哇，青城山下观晓月，共同举杯邀明月。今天大家来相聚，欢声笑语把杯举。哎呀，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梦想，朋友们，喝！来，时间点好，杯都拿出来，所有的艺人交杯，来，交大杯，来一杯敬骄阳，一杯敬过往，来，开心，这都啥呀？李静老师，来，好吓人呢！我就讲，来。喝不下了。过年了，拜个早年。吃好喝好了。最牛的局，哥哥我下次还来。哎呀，唱定好。我碎了。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想放光彩，但是当你嫁到那儿的时候，你的光彩你就得硬放。我想要硬放的。完了，大家热闹，气氛都很好。我往那儿一坐，我那个妹妹很可爱，她就跟我说：“啊，姐姐，天哪，你好厉害！没想到你出来吃饭还带着伴奏呢。”还有高手。就是这根本不是你的初衷，这明明是你就是难过伤心的地方，你也并不想在自己很落寞的时候得到大家这样一个关注。当时这个经历也让我挺有那个怎么说总结啊，感触。哎，总结，感触。他很有意思，他讲话的时候手永远没停过，对，多动症的，美甲50块钱做的美甲，你就好厉害。他生活中也是这样啊？是的，很吵。不知道为什么，仿佛我也参加了这个局。对，好累啊！哎，我特别好奇，我能打断一下吗？请讲。之前看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听说你们就是一个人讲故事能打断无数次，但我今天没想到会碎成这个样子，就打断的这么碎，恐怖吧？但我更好奇的是，管乐你怎么就能够这个劲儿一直没断？是他们说什么，你虽然在回应，但是其实你根本没听他们说什么，是吗？对，易老师，我跟你说，一会儿你起来说的时候，你不需要听他们说那么多，你就在自己的世界。他们说你就，对，是不是你有必要的？大哥，你是觉得他的耳背吗？你是觉得他已经年长到耳背了吗？你发微信好了，算了。那这样吧，我先给他一个垫子啊！你垫子，我真的想给他一个垫子了，真的值得。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开门好，来开门好，3点，过年了，来坐在上面，坐吧。哎，不
好意思啊。帮我拿一下扇子。这娃娃有点意思啊。妈呀，太累了。这个垫子太适合做美甲了。世界馆乐队精彩表演，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天哪，谁接在你后面谁倒霉？我。说实话，我也出道多年，确实认识我的人非常的多。一定要把人都带成这样子。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在生活中呢，爱聊一些私密的话题哈。哦，全是播不了的那种话题，所以我挑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我呢，首先戴帽子、戴口罩、戴眼镜，基本上把自己藏得死死的。正好那天在杭州，我说，我们去那个西湖上面聊。坐船，西湖上面可以坐那种游船嘛，然后呢，划船的大哥是那种60多岁，对吧？完全没问题。坐上去以后，一切都很好，哇，西湖的风开始吹着，刚出去已经离开岸了10米开外，杨迪，完了。整个游船的过程聊的话题非常健康啊，都是西湖实景的事儿。快看断桥残雪，快看三潭印月，哈哈哈哈！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我只要想聊点秘密啊，那个就会被发现，就非常尴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去点一碗面或者吃碗面，但是其实我就是很低的想安静一点的，但一旦你吃到一半以后，突然间该杯喝，你走。可能只是歌单里的呢。你只要听到这个东西出来，你一定知道这个老板已经认识你了，赶紧。我还碰见过上菜卡点呢，就是到我这儿的时候，他放那个倍儿爽那个歌嘛，就这个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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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倍儿爽。我有一次去那个拳击馆打拳击。哦，你这个板子还打拳击？一个教练带2个学员，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我。然后那次去打，前面都很正常，到那个实战环节，他说你来体验一下，我就发现不对，那个教练他只打我。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对我跟涛哥，对，比方说我们俩一起啊。今天教练你好，对，你是教练嘛？我们俩一起。对，好，来，现在开始实战。等一下，海涛，不要这样，海涛老师不要这样，教练不要这样，海涛老师，把我给打窝火了，你知道吗？我说不要打了。然后教练，你是冯喜，我看过你的节目，一起打很难得打到电视里活的人的。啊，我懂了。明星没打过明星，你是大明星。他说打明星啊，我打的就是明星。有病啊！然后到最后，我明明上的是1对2，最后2打1。这边这个人本来是这样子嘛。对。开心啊！哇，又是开心的一天呀！最后那个拳击教练没有收我的钱呢，然后跟我说，如果你还有什么艺人朋友，欢迎你带过来，我不收你的钱，我按咖位收费，你天个大的，我给你钱。哦，怪说当时还叫我们去，想让你去被打，没打过歌手。对，上一个是主持人，不打的。歌手出去找个演员过来。对，还没打过演员，还打过演员，该死的打一下，脱口秀的来一下，然后你们打到这儿简单点，然后老薛有没有那种关于存在感的事儿？我这2天特别找不到存在感。我这2天的颈椎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头昏啊，一直头昏，大概有1个多月了。后来我就受不了了嘛，然后新演唱会结束，我就直接去看医生的，然后体检。可是我没有做过体检，没有，因为我以前有什么病，就是针对去看。然后到了那个店里面呢，就特别没什么，因为我以为跟看医生一样的，他给你啪衣服穿好以后，你就开始去体检。然后我遇到第一个医生，我也不知道，第一个医生我就说，医生你好，对吧？那个我头昏，我主要的问题头昏，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对吧？主要是我说都昏了1个礼拜了，我跟他说了很多，他说嘘，你听我说。来看这边，这是哪里？人家是做视力的。下。我什么意思啊？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啊！好了，没事，下一个吧。去，他就完全没有理我，我也不知道，我不管他，我就跑到第2个去了嘛。第2个是外科，我说医生你好，我主要的问题吧，现在就是头昏。嘘，你听我说，来转过去
裤子脱掉。有一个机器，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像那种太空舱一样的东西，但是它里面是有摄像机的啊。我们这种人对摄像机很恐惧，我一进去一看，哟，怎么有个摄像机对着我？我脱光。我说不是，医生，我现在主要把它，嘘，你听我说，衣服放这儿，人脱光，好吧？你们是年轻人啊，这个动作会不会？来，跟我做这个动作。我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要我脱光在你面前做这个动作？我想给他反驳一下，我说哎，是不是你的意思说是只是穿内？他说嘘，你听我说。哦，他嫌我很烦。一个镜一个摄像机，你对一个艺人来说，你其实很有对吧？你就是这样进的吗？他有让你动吗？这样动吗？对。先拍我，我赶时头昏先拍，有病啊！他先要你分开叉，对吧？然后他手一定要这样，然后他就跟别人去聊天了，就突然一个，哎，你今天什么放学？哎，咱们这后院啊还没弄好呢，那开始聊了。然后那机器就对着我一直拍，后来我就忍不了了，我看我一做这个动作以后，门口安静了。我觉得他带去的都已经是神经医院吧。从来没有人说做这个动作就做这个动作，他居然做了，这个人智商有问题。最后一个项目是一个机器，它给你全身通电，我就一放也不动。结果他跟那个医生啊，在看过哇那个我所有的数据什么通电以后，他跟我说你好像你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有的症状是头昏。来了！我说对呀，我说对，我就是头晕才来看的。他最后给我一句什么症啊？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当检查完以后，第二天他才会把你的所有报告说啊，你要什么你再去看嘛。所以我一开始没有做过这种全身性体检，我以前在上海不舒服，马上就去看专门的东西，先看医生再看这个，我没有经过全身体检。一套流程结束以后，我真的整个人就是好累，我跟他们沟通，他们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反正大概一个这样，就是好，非常没有存在感。最后的收尾就是因为我现在为什么你们在网上看到我那个脖子不是一直撑着嘛？就现在我颈椎这边有问题，最后查出来就是颈椎头昏。我问一下你这个医院是在商场里吗？就是那个，没有，是吧？菜市场，在美甲的那个2楼。咱们还是希望这个薛老师这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这个没事。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其实存在感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一个偶然的出糗的时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羞愧，但可能对别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笑点，甚至转头就忘了。所以这种时候大家都不用太在意，没关系，好玩就行啊。是的。看一下谁能接住我们管乐的提案呢？这边看看。是的，能接住我们这个提案的只有我们的杜海涛。海涛来了。我发现你往哪儿走？那是哪儿？走了。我发现有的时候越努力越心酸。才发现呀，坏得很。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经过这大半年的这个生活和思考和工作之后啊，我发现人最怕的就是证明自己。最怕证明自己啊！证明自己。对，就突然有一天说可以给你一片天地，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那个心其实是心很盛的，但是其实对于自己的能力，然后具体适合做什么，其实还在一个模糊的这个认知的过程里面。然后，喝口水吧，哥。前面虚这么多，是后边要说什么呀？嘉哥，哎，那个帮我拧口水。又反了你了，让嘉哥帮你饮水泼他脸上。来，是不是口干？真口干。哎，温度还合适吗？要不要加点热水？有点微凉了。我让你凉凉好吗？其实真的就很想证明自己啊，然后说回来了之后，就是机会来了啊！我终于有个可以施展自己的这个舞台了啊，就是唱跳了哦，大出圈，展示一下是不是？咱们来吧。都上了爱。
哎，我要说句公道话，其实这真的跳得很棒。我当时恍然看，感觉有罗永浩在跳这舞，就是。对，就是那个跳 YY 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那个舞整个跳完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因为确实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超纲了，可能我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水平，但是那个舞可能是大学考研的那种水准。但是我努力去做了，我去做这个尝试就行。我去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嘛，然后那个孟晨也跟我说，你要那个身体要有那个 power， 这个词儿这么难吗？啊，要找到那个点。啊，那个点哦，卡点儿。对对对，我就记住身体要有力量，要记住那个点，身体要有记住那要靠脸啊！莫名其妙。然后跳舞的时候就为什么就 Y， 想象中是哪种感觉？本来几乎和王嘉尔差不多，不能差不多吧？就差一点儿。肩并肩，肩比肩。结果播出来了之后，发现全是我的镜头。我真的，我直接跟孟晨我说咱们可能是皇族。我觉得我认定了，我必须是一匹黑马。结果播出之后，马被黑怕了。万的语言。觉得对你来说太过表面。每一下都像踢着钢板一样。哇塞，哎，你刚才感觉跟体检一样。那好，谁在碰我啊？然后紧接着我就迎来了第4宫流行的时候，流行啊，那个时候我就自己非常有信心了，因为我已经经过了4宫的历练，我已经明白了，我从黑马，我从皇族，我走的是成长线啊，逆袭，养成型的。流行整个我就彩排，我整个跳的时候，然后我非常的有信心，因为老师专门给我调的那个舞蹈也是按照小学生的水平来的。我彩排的时候，我得到了总导演的鼓励，说海涛，你翻身的机会来了。哦，关键是你还信了。我不光信了，我深陷其中。结果流行播出了之后，说我跳的像湘西赶尸。这就是你啊！但是我觉得蛮酷的，还可以啊，酷哎！等一下，我知道了，可能他如果是个群舞的话就很帅。来，后面，给我站好，两排站开，好，准备，好 ，OK， 来，把第一位给我，来。现场所有的观众，大家好！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滚烫哥哥团。那我们就期待稍后用你们的舞台和大家见面。来，3、2、1，走！翻身了，涛哥！帅的，翻身了！我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就是我觉得那个已经迎来我的高光时刻了。就是刚才你们用就是5秒钟学会的那个动作，我排了2个星期。其实我刚刚看那个感觉是帅的，其实他是很适合你的。是这样，就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挺帅的，但是就是当一个人说就是有点像赶尸的时候，我自己听我说啊真像啊，好心酸呐。说实话，我是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看得出来。然后有一天我去健身，然后看见嘉禾健身完出来，你那时候健身是什么样？没必要吧？他就在那个我一出来，他就一把抱着我，咬你脖子，
我就说，哎呀妈呀，湘西赶尸啊，没有。然后我们就说怎么的呢？他说，哎呦我不舒服，然后就是所有的人都，我已经开始怀疑我自己了啊。我说你现在才开始怀疑自己吗？哎呀，真好哥哥。然后嘉哥说，你别缠着我呀，有本事你去找何老师啊。对，何老师说，谁说海涛差呀？这海涛可太棒了。温暖。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现在想来，原来我们都是老何计划当中的一份子。没有，何老师一定会鼓励我们所有人相信自己。但确实就是跟哥哥们聊完了之后，得到了一些鼓励。因为我之前真的很有一颗唱跳的心的，然后我真的就是参加节目前我还幻想过，就之后就跑音乐节。对不起，我笑了。跟张大大一起跑。你到之后，对，因为还是有这个梦想嘛，然后梦想成真了。什么时候啊？梦里啊？我有一天做梦啊，让我说完。我有一天做梦，然后梦醒了之后，然后我收到了一个朋友演唱会的邀约。谁这么疯？胆儿真大！大家来猜一猜，让我去当嘉宾，那这个歌手是张远。然后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看着那个，因为毕竟是就是凌晨2点40这个消息。怕他喝多了发的。不是刚发完说能当我嘉宾嘛，然后结果是撤回，然后那个对，然后真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啊，然后我就是又给孟晨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事怎么办？你还怎么办？张远正在给团队打电话，应该怎么办？昨天喝多了，给朱海涛。然后那个孟晨说，去。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又来了。然后你怎么一路都在证明？现在就是参加那个12月14号，就是明天后天合跳 YYY。哇，一切顺利。自己出了很多歌，没想到自己的成名曲是 YYY。我觉得这边有这么多有舞台经验的人，怎么样把这个秀弄得更好一点啊？那严琦教一个好不好？海涛哥，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要学会用镜头来掩盖自己的短板。跳得不好不是我的问题，是镜头的问题啊！明白，懂吧？还有一个就是，只要你的动作够慢，你一首歌里面只需要跳3个动作就结束了。啊，多慢呀！那是帕金森呐，就是啊。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才艺的都是？我觉得海涛这个 YYY 为什么那么出圈？你表情没控制好，哎，太疼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有毛病，这病。真的 why， 这些演出让大家证明了演艺界门槛真低啊！就是 why。我觉得你可以把刚刚的慢动作，然后伸展开来，舒服融合在一起。不管你做什么，咱们都跟着你，好不好？来吧，这样。好，太好了，你彻底完了，好。舒展，眉头，眼睛大。表情好。天哪，太逗了！
喂，张远是吧？哦，要取消海涛的演出啊？哦，好嘞，我通知他啊。我就说我应该先去完再讲这段，我也担心呐。那毕竟是我未知的高光时刻。我海涛，哎，我特别好奇你，就是你该这个表演真的是在P哥里走到4公，5公。哎，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误会，你应该真的是皇族。叶老师，那个皇族想跟你跳个舞，来了，哦。哎，全场安静，咱们准备好。斯坦尼康老师在哪里？咱们3、2、1，走。咱不动，咱就靠眼神给到。先抓头来了，抓头。挥手，挥手，挥手往前，挥手，挥手，别怕，对。指手，指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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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指他，对。转身，转身，转身，来，转身，来，慢慢手抬起来，手抬起来，走。回来，易老师，我不跟他们玩。喂，张远是吧？哦，要易老师啦。哎呦喂！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遇到一些就是不擅长的事情，然后一些自己未知的领域，然后大家还是可以勇敢的去尝试，因为不去尝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我虽然很挫败啊，但是还是很希望说，就是可能我只走到了这儿，但是大家都很棒。如果你可以看到更美的风景，那你的人生不就又开阔了吗？然后祝福大家都成功。是的，加油啊，海涛！真好。说到这个用力过猛，各位老师有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有邱老师确实唱歌的时候，有时候动作肢体大。哎，我也会跟邱老师一块合唱一个歌，特别好玩的，因为我们唱那个歌意外，对吧？我特别激动。然后邱老师明知这唱是这样的嘛，我特别激动。然后我演出一般俩人合唱都要对下眼神，要副歌的时候，我这唱完之后一回头人没了，在底下。不爱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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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施老师，我去了你的演唱会啊，你里面唱那首歌永远都会是那个 ending pose 啊，无数。也走。在人们无数的生活里，怎么才有阳光出远方？找到他头疼的原因了，拽的。其实我真的有这个习惯，但有几次蛮尴尬的。我刚刚吃完那个什么薄荷糖是绿色的，然后这个像中了毒一样。这还不尴尬，最尴尬的其实这个动作啊，在演唱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摇滚嘛，我会喜欢在台上这样做这种很奇怪的动作，也包括这种，对。但是啊，这个是要距离美的，就如果你在大概导演这个位置这样做是 OK 的啊。但有的时候我不是下去在国外演唱会的时候喂鱼了嘛，啊，就距离很近，就这种距离我也没试过嘛。然后我距离就当我这么距离的时候，跟就来看演唱会的人的时候，我是这样子。其实做完以后自己很后悔，因为其实很尴尬的，太近了。然后被我那个朋友本来是那个人喜欢啊，他拿那个医生说我体检看一下牙，啊，那个牙宝坏牙。好嘞啊。其实之前都做过一些用力过猛的事情，但是伊丽静老师，用力过猛这件事情在您看来存在吗？还是说对您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我的每一个问题都用力了，但没有过猛。都没有过猛，对，尺度刚刚好。对，都是死穴，每一个问题都送去湘西了。就是说，大家呢，其实工作起来呢，不要这个用力过猛，因为大家都希望特别努力。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之前一直在用啊，先把自个儿说低点，然后是很多事情先往谦虚上说，然后但是自个儿平时就是一直努力，给观众看到的都是惊喜。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过度努力不是一种荣耀。有很多人老觉得过度努力是一种荣誉，它对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值得骄傲。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好一些，知道该怎么活更重要，好吗？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了。
那接下来请出我们在这个火星厂牌做的最稳的张彩玲。彩玲姐，要。我发现有些离谱的人设居然是真的。大家有没有一样的质疑？就是有些艺人他的人设非常的夸张，非常的离谱，然后你就会想他怎么可能是真的？他们表现的我不信，直到我发现有些人设他不光是真的，他居然本人比那个还夸张啊！比如吴京老师。这是一个爆料吗？对，因为你们听到吴京这个名字，是不是第一个反应就正义凛然、硬汉？我就觉得他一定平时不是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天晚上，谢楠就是想吃点饭喝2杯，我就去了，我就说吴京老师在吗？然后谢楠说啊，他进组了，我太开心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点儿如果吴京在，他就在家已经练消防演习了啊。练什么消防演习啊？就突然之间，可能谢楠在家里面看电视看了一半，他突然拿个长楼梯，噔往楼下一戳就往下爬，是吧？对。谢楠说，前一段时间吴京接了一个代言，就是消防大使的代言，然后他就上头了，他回家就开始跟孩子去普及这个。谢楠说，这还不是最夸张。谢楠说，彩玲我烦死了，你知道吗？就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领着孩子，我写完作业给他们哄睡觉，然后领着他们讲故事。孩子刚刚睡觉，吴京着火了！孩子起来，然后吴京立正，然后报数，火都烧起来了，1、2、3，都是烧到肩膀上面了。我们普通人着火演习应该马上湿毛巾捂着走。对呀，他们家里培训的是消防员是吧？整个家。吴京拿出绳子，然后还有梯子，就在家练。而且他要计时看这俩孩子，就是比如今天从这绳子上滑下来，然后梯子上时间，明天你要比今天快。啊，每天还要记20几楼，这样啊？对，儿子到了没？啊呜，爸爸，啊呜，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战狼嘛。战狼。我以为回家之后吴京，然后练完之后跟大家说，看见没有，这叫有惊无险。然后还会练那个用毛巾捂鼻子，就是毛巾多快速度浸满水，然后捂脸，然后就是捂得特别准。这还能捂歪呀？现在说以后咱俩孩子都改名，老大叫捂鼻子，老二叫捂嘴。就是以主打一个精神。然后吴京会问，就是如果房子着火了，就是你保证孩子就是最快的速度逃生，是你家长的首要责任吗？现在说，我认为就是别让房子着火是家长的首要责任。对呀，别着火呀，这个太有道理了。我觉得那个消防大使找吴京简直找得太对了，我没有想到他能这么上头，他这么敬业。然后后来我又见到了金靖，他又帮我证实了这个事儿。因为咱们对金靖的印象是不是就是他的很疯狂、很疯癫，表情也是丰富啊。但是我也会觉得他一定本人不是这样的。然后去年我跟他录了一个节目，我跟他就打了一个招呼，也不是很熟，寒暄一下。对，结果金靖，来彩玲。哦，就是上劲儿了啊！然后就过来说，开始那个啊，这导演组烦不烦？这导演烦不烦？这么多事儿。然后我当时就懵了，我说，就还行吧，怎么了？然后金靖说，没事儿，麦是关的。好像。然后我就说，那是这导演是有点烦人，节目组。然后金靖，麦没关。神经病，纯神经病。然后他就跟别人聊天去了，就是这一场无望的栽赃，我完全不知道因为什么。然后我还找了一下我化妆师上来，我说你帮我看看我麦关没关？我一看是关的，逗你玩啊。然后我才发现他本人，他就是这么颠。海玲姐有这个提案，我觉得非常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吧，台上台下人设很不一样哈。他在台下是一个那种特别谦虚、特别有礼貌。他在台下就是如果要跟你对一个什么内容，他说不好打扰，特别客气。结果镜头一开，今天发生什么事了？今天因为我们在那个火星外面不是有个板子吗？有大家的嘴，通过看这个嘴的照片猜这个艺人是谁。看到那个嘴中间有个很大的照片，这谁的嘴好丑啊！
然后我在旁边我说，这是杨迪妈妈的嘴。我的妈！彩玲姐，第一个。不，我必须要帮我妈妈说句话。我妈妈的嘴一点都不丑，她是牙齿丑。她的牙。彩玲姐还说了，这是谁的嘴啊？像刀砍的一样。我说那是维嘉哥的嘴。就没好话啊。然后马上很好看，我喜欢他的唇色。而且我听说彩玲好像还改变了嘉哥的人设，对不对？对，因为我跟他录过一个那个家务的那个节目，现场我们在那个观察室的时候，他看我家，他就很难受啊，太乱。然后电视上一播我家，他就不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确实真的有点强迫症跟洁癖。嘉哥是那种拿小吸尘器吸大吸尘器的那种人，明白吧？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吸尘器外边也会脏，他拿小吸尘器，吸尘器套娃。我家吸尘器从大到小这样啊。有一次我们俩被派去那个国外出差，我说洗澡咱们俩共用一个卫生间，我说你洗完澡还是擦一下，要擦干啊。如果我先洗，我会擦干，然后让浴巾我也会给它摆好，而且一般就是那种洗完澡之后那个烟雾去了散尽之后，玻璃上写几个字：今天辛苦了。今天也是很棒的一天。还会画一个爱心，画一个爱心，对自己好啊，是这种。莫名其妙，自己打扫都不用人进来。后来我们学会了之后，每回开酒店的时候，就在门口直接睡了，连门都不进去，敲个门在门口，对，电梯里睡着了。我身边人设高度统一的贾斌哥是吗？因为贾斌哥现在录节目的时候经常做饭什么的，大家觉得贾斌哥做饭很好吃，他真的爱做饭，爆炸爱做饭，非常喜欢。如果他不是干演员的话，他肯定是厨师。我不是跟贾斌哥合作小品嘛，我们就要去他北京的工作室里面，就这边对台本啊什么在那聊，只要一到饭点儿，贾斌哥就不见了。做炸酱面去了。后来第二天我要赶飞机走嘛，走之前贾斌哥直接送我他做的那个酸菜包子，而且你见过谁的工作室里面有打包盒？拿去机场路上吃，你和你同事一人4个酸菜包子，太香了！哇，好想认识贾斌哥啊！那一刻你真的不觉得你在北京，就绝对在东北。东北啊！哎，说到人设哈。其实薛老师的人设，台上台下都差不多。我跟迪哥玩过桌游，我也跟薛老师玩过桌游。那你们2个有没有一起玩过桌游？没跟他玩过桌游。啊，对，好，我跟你说，你不要跟他玩桌游，是不是？哦，没有人能够在薛之谦的桌游局里赢过他本人。什么意思啊？他玩桌游，我们有一次玩大富翁，你还记不记得？记得。玩大富翁，然后呢就要买地嘛，然后大富翁本来是有一个很厚的说明书的，但是它前面会有2个字叫做指导说明书。今天看，那不要这个，然后就开始。我的来啊！先到上海要买的呀，我的家乡上海没有钱也要买的呀。哇，霸总了。好，我借他了，我一会儿还给你。然后下一期到重庆了，我没钱了，我说薛老师你还给我一点。哎，这次不能还了，我这次不可以还了。我说你刚刚说，上次我讲的，上次我可以还的。薛之谦在玩桌游的时候口音这么重啊？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的。然后我觉得呢，一个人他的人品是什么样子，其实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对不对？你刚刚听他说人品很差，要时间来检验一下你的人品。薛老师的人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莫名其妙。所以呢，不光是人，其实品牌也是这样的啊。就像东阳光药18年来专注流感领域，守护着亿万家庭，为大家健康生活的美好愿景不断努力。东阳光药为健康而生，让健康发生，用行动诠释担当。哇，你看名嘴就是这么的条理清晰。聊个广告就来挂上我硬挂，硬 Q 哈。所谓的人设其实跟本人一定是重合度很高的，然后我就想跟所有观众也说，你们其实也有这个人设在，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周围的人，你社会的环境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都有这个压力，但实际上就做自己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鸡汤，越老你越发现你根本做不了别人，你只能做自己，你做别人会很难受，你就是接纳你自己就行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锤娜丽莎来你的提案。哦耶！
我发现哇，人在无语的时候是会笑一下的，是会笑一下。因为我最近呢，这个也是有新的情况。哇，什么？我明白了，搬家了。对，我认识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一位男生。对，对对对对。哦，知道哪位了？知道了。对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是如何跟李川老师相遇的。哦，对对对。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是。然后这个人叫金梦佳。金梦佳呀啊。那天金梦佳跟我说，哎，锤锤，你要不晚上跟我们去吃烤鸭吧？我心想是烤鸭，谁也没吃过，来北京这么长时间。去了之后呢，一个大圆桌上啊。里面有一些零散的朋友啊，我一进门看到一位男士，哦吼，我就是长得非常漂亮，很帅，哇！然后我就坐下之后呢，金梦佳就开始牵线了。金梦佳挨个问，哎，锤锤，你是不是单身啊？我说是啊。你单身多少年了？我说7、8年了吧。他说，哎，因为我不出门，7、8年了吧。哦，这么久，那想不想谈恋爱呀？我说你少说一点。我说随缘嘛，我说随缘嘛。然后接下来问到李川了，哎，李川哥，你是不是也单身啊？你单身多长时间了？他说2、3年了吧。那你想不想谈恋爱？他说想啊，想找一个。哎，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他说我喜欢那种就是喜欢笑的，希望这个女孩能 get 到她的幽默才华。这种要求真的很苛刻。我当时特别想回他一句，我说你莫向外求。而且他一直在那个桌上就是讲一些冷笑话。然后那天晚上我 P 了3个小时图，愣是没敢笑。哎呀，生怕别人觉得咱有啥想法，对，很羞耻。我不想表现的好像我很我看上你了，我不想这种感觉。傻姑娘。对，然后那天他就特别诧异，说怎么有女的可以 P 照片 P3个小时？我倒要看看 P 成什么样。对，我们就加了微信。然后呢，金梦佳当时可能在学架子鼓，我们家就住隔壁。李川说，哎，正好我也在学架子鼓，驱车1个多小时啊，过来一起打架子鼓。过来之后呢，金梦佳就是一直在他的家里面，让他先到我家来等。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可能在给咱俩再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吧。两个人都很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那天呢，刚好是冬天，那一天呢，就是外面正好在下雨，我觉得屋里有点冷，我想去关窗户。然后就在我去伸手关窗户那一瞬间，没有动作，没有动作，来，没有动作，来了，瞬间，然后他突然开口说：“哇，这一周是今年冬天下的第一场雨，那我们把这一天就叫做周冬雨吧。”我当时那个状态让他笃定了，我就是他的理想女孩啊，因为我表现得很欣赏他的幽默才华。你怎么表现的？我是真的有被无语到，那个窗户关了一阵，他说周冬雨吧，我，给他爽到了。然后，哎呀，我就很莫名其妙，但是呢，当时我对他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为什么呢？因为金梦佳当时给我介绍他的时候，给我放了一段他在夕阳西下拿着吉他唱歌的视频。他说：“哎，你看你那个身高、样貌什么的，都符合啊。你看这个完美，这个全了，这齐了。音乐台词，夕阳西下怎么样？是不是很帅？”我说：“哇，可以，可以。”谁踩着你了我？莫名其妙。很无语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我生日的前一天啊，然后第2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在楼上洗漱，洗漱完下来之后，我看到他爸把吉他梳了一个油头，坐在我们家那客厅中间。Oh my god！ 哇，很浪漫哦。别高兴得太早。他拿了一把吉他，哒哒哒哒哒，不知道弹了一个什么和弦。咋了？他越弹我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还不唱？哦，原来是手跟不上嘴，嘴也跟不上手。就是说唱的时候弹不了。弹的时候唱不了啊，手嘴分离的人，有这样的人，明白？有这样的人。哦，我要开始欣赏了，哒哒哒，我叫李川，哒啦啦啦啦，给我你的喜欢，
好了，给我一块砖呢。给我一块板砖。然后我当时内心特别的复杂啊，因为我一时分不清他到底是在搞笑还是展示他的幽默才华。明白了，还是真的就是唱歌好难听。然后我当时想笑又不敢笑，我就说如。哇耶耶！我说那天那个我想看一下你在夕阳下弹琴的视频，可以吗？他说可以啊。我特意把声音开得很大啊，结果那个视频里发出来的声音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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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你。有病！李纯，这个节目播完，他变傻子了。哎呦我的天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啊。But 那一天静梦佳给我看的视频没开声音。哦，等于他勾引你先看一段没有声音的画面。对，勾引。平时他是属于那种很踏实本分的男生，就是在家里打扫卫生、做饭、那个洗衣服，他都干。对，但是他在台上的人设是那种霸总人设，女人就这种东西。跟妈妈也这样吗？女人来。台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哦。然后呢，在饭桌上就和我们家大家的共同好友一起在聊一些什么关于 MBTI 的话题。他突然默默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他说：“宝贝。”哦，气泡音。你的 MBTI 是 SEXY。哇哦 ，sexy！ 我当时房间还是那个又给他爽到了。他有病啊！虽然恶心。但是他是在夸你哎，而且你回忆起来还自个儿偷着笑，是不是会有那种？对，我说实话，我还是挺开心的。那肯定啊。对，我是一个不太会懂得如何跟男生相处的人，但是他的出现呢，会让我觉得，哦，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是那么普信和讨厌的。对。对，就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人都是有好有坏的，那是肯定的。对，我不敢说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起码当下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朋友的存在，我很开心。Yes。然后，所以人在无语的时候会笑一下，但是一直无语，就可以一直笑。磕到了啊！哎，锤锤本身幽默感特别强嘛，就是很难被人逗，平时生活中也逗笑这种。是的，像我跟大老师。搞笑的初衷就是因为别人快乐，我也会快乐。大部分的喜剧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不是，他是燃烧观众，爽了自己。所以呢，每个人的生活里都会有一些无语的瞬间。像我这样一直无语的人，对笑这件事情也格外的有经验。我们不但要笑，还要自信开怀的笑。所以拥有一支高露洁抗牙结石牙膏实在是太重要了。独家专利净购配方，3倍抑制牙结石再生，用了它，感受牙齿时刻洁净丝滑，露出自信笑容，每天笑一笑，快乐就来到。他这些无语的事儿还会让人笑出来。我一听到这个提案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他遇到的那个无语的事儿，但名字不能讲，我就只能代入一下了。比如说，就说我跟嘉哥我们俩哈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最后结束的时候，主办方就送了我跟嘉哥1人1瓶很昂贵的8+1啊，很昂贵的8+1。然后就哎呀，2位老师把你们8+1放在后备箱了，让司机送我跟嘉哥回去。我们就坐车，一个急转弯，很明显的听到后面有一瓶8+1，砰就碎掉了。我跟嘉哥就坐在车上，就听到一个隧道，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嘉哥就对着我说：“小子，你那瓶碎了。”那个朋友说：“我这辈子没遇到过这么无语，凭什么是我的那瓶？”什么时候分的？是不是？我想知道是谁。哎，你不说他是谁，大家认为是我。对了，嘉哥，我不允许，嘉哥不是这样的，我不允许。好，
这是我人生唯一讲的一个假故事，我编的好。那么接下来呢？走嘞，感谢咱们水水。好，谢谢。好，感谢水水的提案了哈。那么下面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翘首以盼的，就是我们的韦嘉哥。嘉哥，我发现，耶！台下越慌乱，台上越精彩。经历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海涛也在，大老师也在。那一次是大概10几年前华仔参加，刘德华参加的一次。华仔。对，我们的跨年。他非常非常的敬业，他要唱很多，大概是30多分钟的表演。而且他要精准到最后的倒数，他要看着这台机器说10，好，这台机器9、8、7，就非常非常难，所以我们就一直通过这个在彩排。这个彩排完了以后，大家都认为就是很精准了，而且很开心。3点钟彩排。他彩排的非常尽兴，我们也彩排的很舒服，我们都不知道时间，就大概就是可能已经到5点多了，那我们也没有觉得时间有多赶，然后按照每一年的流程，就是很舒服的说，哎，那我们回房间，然后稍微坐一坐啊，吃个饭啊，聊个天啊。印象当中，我觉得就是反正大概也还有富余的时间。突然何老师看了一下手表。就是那种大家都还在很休闲，随便的看了一下，随便的看了一下，也没有人催场。何老师说7点28了，朋友们，哇，跑啊！因为7点半的直播，那是要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按照那个要求的。是好，突然听到外面大声的喊：“主持人上场！”就像在体育场跑步一样。就是休息室跟我们上场的那个地方非常远，完了，80公里，80公里。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好，我就记得那个就是女生就是还什么，就是那种口红赶紧补一下，就开始披着衣服，因为大家都是那种大礼服，礼服，穿着高跟鞋就马上跟着跑。我们几乎就是我海涛，我们几个人就是搀着，对，等于是就这样搀着你们，就小心小心，别着急别着急。对，就开始奔，踩着了，慢点。那根本跑不动的。今天的每个互动都有毅力进哇，毅力老师主动演出啊。好，我就跑到那个临场的时候，就已经放先导片了，就是什么，明白？今晚的嘉宾阵容有谁。对，谁？华仔陪你一起跨年。华仔，哇，就 Q 那个开场音乐了。那个舞台已经开始升了，我们还在那里往那跑。你知道那种有一种梦魇吗？就是噩梦，就是你明明知道就在前面，就是跑不到的感觉。哇，好凄凉。对，好凄凉，就真的是兵荒马乱的往上爬然后就已经开始升了，那大家还要小心，别酿成舞台事故吧。夹着了，对，可怕了。哎呦妈呀，是一个电影吧？因为还是很缓慢，就我们大概就是互相搀扶着。哇塞，好就上去了，大家站好位，站好位。又来了。对，站好位，然后互相，因为我们通常上场前刚才还在那吃饭呢，盒饭，没有时间检查，没有时间检查自己嘴巴上有没有辣椒籽儿啊。好，然后就这样，我就蹲着升起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互相看一眼，说怎么样？易立竞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开始演了。但是此时此刻的我们特别胸有成竹，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排好了，升上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到了那个就是和大家互动、一起跨年的那个状态，然后就升着，哎，晚上好，你们开吗？就那种，所以后来他们导演在回看那个片段的时候，说我们根本没有觉得你们在升起的那一刻是这么就是前一秒看不到你们头的时候，你们还在检查嘴巴里面有辣椒籽啊什么的这种。因此那一年的华仔那么敬业的跟大家彩排，然后也赢得了就是最佳跨年的一个片段的支持。哇，真好。好，
大家也讲一讲嘛，那种台下的精彩故事有没有？哦，台下的事儿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我演出的时候一块唱洗刷刷，然后女生在那儿酒吧里头这么头发特别长，然后我说跟我一起互动，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然后他就后边开始冒烟儿。我说台上有干冰，怎么台下也有干冰啊？他那个头发特别长啊，夜店那些蜡烛头发着了。天哪！我说你的头发，他说哎，我说着了，洗刷刷，我说着了，然后不听不见，然后那倍儿着急，各种以前演出的就是这种事儿碰见很多。哇，哎呦，这时候张兰肯定要是来了，战狼。打开收音机，打开收音机，啊，真麻烦。人家说的战狼不是张强，张强，你耳朵也太尖了。说的战狼吴京老师灭火，你为什么是张强姐？他站起来，打开收音机，莫名其妙。哎，已经出现幻听了，是不是？打开消防栓，打开消防栓呀！打开消防栓。那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那个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每一届的那个学长学姐会给下一届来的新生举办那个迎新晚会啊。然后呢，当时呢，我本来应该是一个节目里边的主舞加主唱，然后有一个女生呢，就是给我使绊子。趁我生病的时候，跟老师说老师那个季家和身体不舒服，他想让我跟你转达一下，可能这一次的晚会他参加不了了，让我帮他顶替一下啊。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特殊体质，就是从小到大只要欺负过我的人，一定不会有个好下场啊。哎呦喂！然后到了台上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他那个动作是这样，他是那种长柄的带弯钩的雨伞啊，他在中间唱。然后呢，别人给他伴舞，他手上是没有雨伞的。然后第一句是我的心砰砰跳，第二到我的时候，等，当的时候够了我儿。真的假的？那个我就是勾半天没取下来。他得多大嘴呀，直接雨伞把进去了呀！我说哎呀，哎呀！然后我几个姐妹坐在台下，哎，而且它里面有句歌词叫“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全赶上了。这个时候，那个舞蹈演员就不够专业，要保持平衡，这边也应该勾过来，哇，两个来块啊，这样就不会歪了，不转弯了。黄子的那个刷到没？黄子弘凡，他在那个音乐节，哎嗨，然后走到这边，突然喷干冰，那种干冰特别锁喉。好的，那差不多就说到这里了哈。好了。我听过一个理论，如果上场前你觉得稳了，上场之后就真的特别容易垮。对，反而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完了，我好紧张，怎么办？真是，哎，反而特别容易沉。综艺之神眷顾，所以说有可能台下会有一时的慌乱，代表着你对这个舞台很尊重，对吧？最终你可能会得到一些非常值得的收获的。谢谢。波涛。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大家的这个认真的态度和每年的这个经验的累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让场上场下都非常的自如，是的，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就像咱们的美素佳尔一样。哎呀喂，他们的奶农有100多年的养牛历史。哇哦，这个词难不难说？他们的奶农100年养牛历史。而且他们上岗之前要培训整整5年，什么？哦，每一天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学习挤奶，而且他们的牛吃的是28天天然生长的黑麦草，这样才能产出这个蕴含丰富的高乳脂、高蛋白的好奶。所以真的要为大家的认真点赞！厉害，演技厉害，我。有请下一位，有请他一立那儿，别人就安静。他是我们的伊丽姐。我发现，看起来坚强的地球人只是碎的不明显，
我其实就是特别容易碎的人，只是大家觉得我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强、很冷静。不会 Trouble Maker 那会儿已经碎了吧？肯定碎了，肯定。我其实真的是每次上舞台之前的话，我的压力都特别的大。为什么？等下这句话都打扰你了，还不能接茬？别接了，别接了，老师说不了相声，大家不要轻易的出手。没关系，没关系，我当然这是一个训练，我看看我的极限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哎，没事儿，您来，您来。我其实每次上台之前就是会有压力，非常有压力，就包括我哪怕1对1的采访也是这样，像这种人多的话，我更是压力非常的大，就真的会容易碎。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们在吐槽大会的时候，然后一堆人站在那儿，我当时好羡慕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特别从容之类，就包括你们，然后我说你们都不紧张吗？他们有人说可以啊，没什么呀。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真的吗？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能握个手吗？我就握了一圈手，大概是4、5个人还5、6个人，我都忘记了，你知道，握了一圈手，我只握到一双温度正常的手。哦，是谁？所以你们能想到那些看起来特别从容，就跟我说我紧张有压力的时候，你们都觉得不太可能似的。你们知道那双温暖的手是谁？谁？我刚刚其实已经问过这个了，你完全没理我而已。他讲话的时候不听别人的。李诞的手吗？是不是李诞的手？不是李诞手，他老平时这么着插着，他老捂着，是这样的，搓热了，这里边搓呢。他就胡说，你知道，连那个张绍刚的手都是冰冷的，对，都是冰冷潮湿的。湿疹，张老师有湿疹，湿疹还是？好，我没有问题，我会习惯你们的。您说，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应该说好多对不起了，你一直在打断我。因为我会在乎吗？听我说，我要坚强，我只是碎的不明显而已，我其实早就碎了。我其实有一次采访浪姐的时候，有一个女艺人，我采访她之前，我头一天晚上几乎就没睡觉，我压力大到不行。这个人其实她在江湖上跟我一样的那种，就是刻板印象，你什么好像你知道似的。就不行啊。好像只针对了你，其他人都在问问题。我已经简化到，哎呦什么？为什么？我都简化到，不是，伊丽老师是完全不能呼吸的。对不起。憋住啊！需要我们猜是谁吗？还是你会说？不需要你猜，我也不会说。不需要我们不能呼吸。然后到那天第2天现场要录制的时候，我刚进棚里。我进棚里的时候，他要进来的时候，我就去迎他嘛。我当时压力大极了，然后结果没想到他怯地走进来，他也紧张，小心翼翼的。他说：“我压力特别大。”他们说你特别厉害。我说会有这样的说法？我说你压力特别大。他说哦。我说那我们握个手吧，因为我想试试他的手什么样。结果，行。他的手真的冰冷的，在那儿我就开始一下放松下来了。你们觉得这个艺人会是谁？这个开始猜，来，最后还是要猜啊！不需要你猜，我也不会说。神经病！搞了半天只是我们时机不对而已了，我们还得猜他时机。我们问你回答是或者不是，是浪姐一吗？是。浪姐一。宁静老师是不是？静姐。对，宁静姐挺好接触的，就有点冷。是，还行。那是因为你们接触过，但是没接触过之前的人的话，大家都会觉得他很难接触。当时就想的全都是可能一系列的反驳，或者是那种。所以静姐，你也是怕别人反驳你的那种，是不是？谁会不害怕？作为一个主持人，你不害怕别人被反驳？我以为你不害怕。你传递，我们都以为你看上去是越挫越勇那种。我其实早就碎得不成个了。我说我和宁静来，我们俩真的是可以弄成一个组合，叫岁月静好，贺岁的岁，这真的是。我们俩真的都碎了。然后我记得我当记者的时候，因为我是99年当的记者，我当记者的时候第一次采访，那会儿的时候其实是个小女孩嘛，采访是出租车司机。哎，你们有没有想？笑也不行。出租车司机，你不要比我有血气啊！
99年的时候，北京的话还是面的嘛。我当时那是第一个采访，是要采访关于这个汽车发动机里头安装一个什么什么机器。但是就是我还不敢上来跟人说，我说我是记者，就你没有那个信念感啊。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我去打车。我一个个车去打车去，上了车之后，先跟那个司机去哈了，反正因为北京的司机都很贫嘛，闲聊，对，一直在那说瞎聊，聊了之后的话。因为到10块钱起步价就要跳了，那会儿其实收入特别的少，所以呢，我要在跳之前把这个问题问他了。你要在跳之前跳车，哇塞！来，这个同学要说话啊，允许吗？来，不允许，他憋着你，哇！闭嘴！哎，谁了？莫名其妙，他们俩都可以接，就我不接。专憋你，哎呦，刚好第一个想接，专门憋你，薛之憋。发动机的时候我就想接了。好，你现在接发动机，看好不好笑？我不行了，现在肯定不好笑了。啊，你采访发动机，你是躲在那个出租车的底盘下面，这个车要开了。所以叶丽静老师又叫阿杜。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底采访发动机。有病啊！维嘉，你跟他们学坏了啊！你不是这样的啊！别这样，被他指到的坏同学，我们就坐在地上，好吧？没有资格的，好吧？再来，看看后面有几个啊？一群阿尔法狗在充电是吗？你在说什么？来，您接着说。然后跟他们聊了，大概是这样打了10辆车，就是100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个巨款。后来我就跟司机说这个事情，司机就说你别这么弄啊，你这得花多少钱呢？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吧，你去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司机们就中午会休息的地方，说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说你到那儿去集中去跟他们问，那儿好多发动机啊。我说好，那我就去了，然后怯生生的走到那儿之后，忽然发现对面就地上一堆人。地上真的是或坐或蹲或站，一群的司机，然后有的就穿着个大背心，有的甚至光着膀子，就完全。不知道女生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们要走过一条路的时候，前面如果有一排男生在那坐着的话，你是不知道该迈哪条腿的，会害怕，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跑过去。但是那么一群人，我就站在原地就盯住了，我就真的碎了。老师，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要打断呢？我选了一个最累的动作，我换个动作。好了。我到后来的时候一看时间实在不够了，我就噌的一下鼓足勇气就冲到了面前，他们当时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吓死了！这个节目好浮夸呀的，这不关我，是他们的，不关我。那你是怎么起来的？你不是跳起来的啊？就我不能起来。勇敢的冲过去，采访完成了吗？采访当然完成了，然后用了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但是前面我已经花了一笔巨款了。没想到叶老师也会碎，但是他每次碎了以后还会鼓起莫大的勇气完成他工作的使命，了不起。反正快过年了嘛，就岁岁平安吧，大家都岁岁平安。叶老师，你采访大家嘛，随便问几个，平时也没这机会。没有，我还想问杨迪。问我是吧？让问我，你现在问我吧。你好浮夸啊！刚刚我让你问他们，你偏偏问我。好，你问。这就是我的招。我是真的很好奇，你在这做了这么多季的话，你讲了那么多故事，不可能都是真的吧？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确实录了这么多季，讲了这么多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全假都编了，全是编了，没有个真的故事。No， 我会有一些加工的成分，但是一定是真故事做底，这样我才有画面感。如果没有画面感，我讲不出来。所以说我能保证真的是真的。哦。哎，
我就是先昨天，你不用害怕。你要干嘛？哎，我听你昨天嘿，吓死我了！我操，快来，这，好自为之。那你来吧。没有，我只是很好奇。我听说昨天录制的时候你没来是吗？啊，是的。但我听他们说好像是录制氛围一点都没有影响，然后还非常的热闹。哇！所以我在想说，你觉得你对这个节目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多余了。啊！怎么办？问出来了！哎呦！叶立新老师有气场的，绝对的，有气场，绝对的。大张伟，那昨天薛之谦没来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光芒更盛一些吗？我有什么光芒啊？我跟薛之谦我们是发同样的光。这个节目大家好才真的好啊！您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利他才是利己吗？这就是一个基本数学的规则呀！啊，好官方啊！这么假的答案，你自己都能相信吗？你看看，愿意相信美好的人才会美好。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啊。其实我们维嘉哥跟那个伊丽老师录过节目，就我们一起啊，那个录闺女的时候啊，因为呢，就易老师就请来做那个飞行嘉宾，然后他就会输出一些其实现代的女性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然后一大段的输出讲得非常的好。此时我就看到对面以吴昕的爸爸为首的几个爸爸们开始还坐着听，后来就这样。肢体的排斥，越讲就是脸越垮。然后他说我过得很快乐。吴昕爸爸说你倒是快乐了，我女儿不开心，就这种。我女儿没对象呢，这就是这种事儿啊。就真的慢慢就碎成了一滩。就易老师后面聊天就是是的，爸爸们说的也是，成长了。哎，海玲。我觉得像易立竞老师这样看似坚强，但其实很易碎的人，自我修复最好的办法就是靠睡眠。推荐一个床垫给你，喜临门床垫，它能让你每晚拥有深度好睡眠，妥妥提升你的睡眠质量。下次睡了，睡上喜临门床垫，一觉回血，睡醒又是一条好汉。我们也聊一聊生活中有没有自己碎的瞬间。我有一个，就是人不认识你有点碎。之前一个晚会的时候，我跟这个向佐老师有一个合作，当时是我们有好几个人，有这个翟子路、我、王冕和武艺，然后咱们一块儿那个啊。其实我本来也是一个比较害怕前辈的人，所以我就没太敢打招呼。就是向佐老师排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跟在后面排练。我们那个舞台排了3遍，向佐老师突然说：“等一下。”其他的艺人呢？怎么只有我一个艺人在彩排啊？哇！而且我记得那个舞台，你们其实就在他周围，对，我们就一直围着他在转。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他可能以为我们是单手，然后旁边就是no， 旁边就是我，翟子路、王冕、武艺。我们就已经睡得不行了，结果向佐老师突然，杨迪呢？杨迪在哪里？我唱你的歌，你怎么不来现场找我？让杨迪过来，口音都好像哦。他们只是翻唱我的歌，我为什么原唱一定要在现场？因为我去跳 Trouble Maker 去了 ，OK？ 没有。哎，我之前碎过一回特别神的，就是我还笑碎了啊！当时有一个人，他是那个看门的那种大爷，还是小伙子忘了啊。然后呢，他呢特别励志，想学吉他，唱 Beyond 的那些特别那个励志的歌曲。但是他不会弹吉他，他觉得他自个儿会弹吉他，你明白吧？然后他站在台上，然后那个话筒杆就在这儿嘛，他就开始弹嘛，反正就是难听嘛，对吧？然后但是呢，因为他励志，咱们也就给面嘛，就是说，哎，一定得鼓励，他就唱啊，然后那个话筒杆呢，可能是节目组没给他拧好，就一点一点往下降，他就跟着一边流眼泪唱这个歌，就开始原地这么开始劈叉。然后我在那笑的我快碎了，然后我就说我不能乐，因为太励志了，因为他很感人。然后蔡明老师啊在我旁边呢，他也想乐，
他为了防止他自个儿乐，他掐我大腿，你知道吗？他说不要笑，大张伟，不要笑，然后我这掐了，这实在太好笑了，这个实在是太逗了。好嘞，有好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个儿碎，是因为把我们自个儿认成了玻璃啊，因为大家都说玻璃心，玻璃心，玻璃心。然后其实我们把自个儿看作并不是个玻璃，也许我们是个泥巴，也许我们是个弹力球，我们的反弹性特别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在乎自个儿碎不碎了，因为我们可以重塑我们自己，可以重新捏我们自己，好不好？谢谢各位。好嘞。好嘞，下一个提案是谁？来，张延起来啦！延起，我发现，哇哦，地球人的人机感越来越重了。就我有一个朋友叫王子异，哦，他真的就是那个出生在1996，幻想中说唱领袖。对，要做完全套。他要是遇到伊丽静老师，那怎么办？来了 ，bro！ 哎呀 ，bro！ 再见。易老师说：“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就我最开始是因为可能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你说自己是一个说唱担当，是个 rapper， 你要做点这种效果。我以为是他做的效果，后来我认识他之后发现，他现实中就是这样的啊。然后他有个特别大的机器人的特点，就是他有一个防伪标志，就是 bro。然后他就一直说 bro， 然后我回去翻我跟他的聊天记录，然后就是每一句他都要说一个 bro。你跟他聊过天没有？我跟他聊过天，但说实话，他是不是觉得我英文不好？他说哥，而且我问他一个什么事儿，我说子毅，到时候你把这个发到我的邮箱，好哥，他直接帮我直译了，好哥 ，My English is good，OK bro。因为他可能听说过你说 bro 这个词乱说的，他说 bra。他说 bra 啊，他假装叫的爸，其实还是叫的哥 bra。口误，我现在学会了 ，OK。对，他就很奇怪。然后他就还有一个特别点，就是他每天非常的机械化。因为我有一次跟迪哥还有他录一个节目，然后大家都知道迪哥和我都是有一点疯的那种人，话多的要死。我们就特别一天就很亢奋，就别人录节目都是哇，这个是我跟迪哥就是啊，这个是这个李清照的词，就是我们俩一直是这个状态。然后王子异就全程，是的 ，bro， 啊，没错 ，bro， 送餐机器人，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是我跟迪哥更疯狂的时候，就大家都在听，然后我们讲的特别开心，就在一个房间休息室里面，我们就啊太搞笑了。然后回头一看，王子异在那里啊，真的。哇哦啊！他这是 WiFi 等着那找信号啊。然后也不吃饭，就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吃饭，他就在那儿。哦，他是不是太阳能的呀？然后他是充电的阿尔法狗。到点了，该回去。我回去了，充电基座。莫名其妙。哦，他那个座底下是一盘是吧？它底下后面有一个座子。对，这样的啊。可能因为我们太吵了，然后我再一回头，王子异消失了，换地方了。结果他在那个休息室的2楼扎马步。啊，真的又进入这个程序了。有一种充电是坐充，还有一种是站充的，是马步充。就是然后你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理你，你扎个马步。我扎马步，真是这样一人呀！真的就是他每天都要说，他经纪人说他在练太极什么的，然后过去，哎呦子异走了，要录节目了，子异要差不多好了，我们先下去了，你能听到？喂，有信号吗？喂，能听到吗？bro， 就一叫 bro 就神经病，就跟 Siri 一样，你要喊 bro 他才会。哦 ，bro 走了 ，bro。反正子异确实是很可爱那种感觉，对，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就是认为，其实人机感就是在于人感觉活得越来越没有人那个人味儿的感觉。然后就是现在大家都挺流行一种方式叫做正念，比如你去洗碗的时候，你就感受那个洗碗；你去干什么时候就感受那个时刻，每一刻都是全然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会让我们越来越有人味儿，好不好？谢谢各位了，好了。那么下面一位提案的，他就是凤姐。凤
现来放线。我发现，羞耻心比好胜心让我跑得更快。怎么个事儿呢？校园时代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参加运动会（括弧自己没有项目版）。就是你知道，校园时期自己没有项目的运动会，就等于你在学校没有老师，有玩伴，不用上课，但是可以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那一天呢，我就是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坐在看台上，结果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我们的老师。就啪啪啪啪啪，班主任跑上来，跑到看台上，对，就这样坐着。我哎呀，学生好好笑今天。然后，我干嘛骂你啊？硬 Q。没有，对，突然就说，哎，冯喜，你在这里，你过来。然后我就说怎么了？我说老师，你讲。他说我们4乘100接力跑，少一个人，你跟我去。完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个误解，就觉得人高啊，他的运动能力就特别好。我非常能够理解你姐妹，我经常派出来当那个5公里的那个手跑者，一跑就是5公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什么投篮呐、跳高啊，就喜欢让你去。全都是我们。哇，我跟你说，我跳远我还没有躺下来高。我跳远只能跳1.6米，我躺下来有175。但是没有办法，我说行，但是呢，老师，我今天穿了一条裙子，我说我可以，但是有点尴尬。他说没关系，你裙子下面不是有条裤子吗？是有条裤子，但是是那种秋冬天打在连衣裙底下的秋裤，连体毛裤。你今天穿秋裤了吗，管院？我没有，我里面穿的是蕾丝打底裤。叶老师，你今天穿秋裤了吗？没有，我今天穿了。但是呢，那天的秋裤比这个丑10000倍，是那种聚酯纤维，脱下来噼啪噼啪出那个毛线的那种。呀，等一下，算了，也就是说，你现在也是穿着裙子嘛，相当于你现在情况下就露了里面那条毛裤，叫你去跑。哎，纯毛裤，不是露了毛裤，就是只有毛裤。然后连衣背心裙就像比如说你今天穿的马甲，里面是需要有打底衫嘛，就脱掉那个连衣的裙子之后，就是打底衫加棉毛裤。你等一下，稍等。可是棉毛裤哦，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棉毛裤分男款和女款哦2种啊。不是，我不知道男款是什么样子的，男款是开裆的。但是呢，就是很恶心，你知道那穿搭。然后我那天穿裙子嘛，穿了个靴子，就像今天这样。我说老师，我鞋也不行。他没关系，我给你借。然后提了一双亮蓝色的波鞋。波鞋，好久没有听到波鞋这个词了。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一件棉毛衫，然后一条毛裤，然后一双亮蓝色的波鞋，然后接力赛会有一个荧光绿的那个赛牌在这个位置。哇，你说的我潮人恐惧症都犯了。我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小偶像包袱，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小有名气。我不能接受我学校里一个小有名气了、很厉害、看上去又很美美的姑娘穿了一条男款秋裤在那边赛跑，不可以。就一点点，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是广播站，其实从事文艺这个活动比较多，硬下去跑。我说啊，快点吧，我说也不要看到。我们班主任安慰我说没关系，看台离那个操场非常远，说你其实远看的就是一个紧身的一条黑。哎。有道理。对，然后他说没关系，脸也看不清楚。我说好，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了之后是很远，看台下面有个跑道，跑道边上有一群拿着单反相机这样的3D 记者，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现场记录要拍那个现场报的。这是老师给你安排的站姐。对，拍完可能回去还要写 report 那种，然后拍了之后，我当时浑身上下尴尬的点太多了，羞耻的地方太多了，不知道遮哪儿我就遮脸。然后下去之后我说赶紧跑吧，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那个接枪声马上就响起，开始了，我就跑，然后我就开始奔跑，我就跑，然后就听到那个广播站上突然传来了我非常熟悉的站员的声音啊，初3一班的冯喜同学，亮蓝色的跑鞋就是你的勋章，加油跑吧，赛道就是你的舞台。我说你不要再说了！哇，真的，我那时候跑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裤子在穿风。所以听我说，如果你是穿风的话，你妈妈肯定给你买错了，买的是男款。对，我好想冲出去，我好想冲出世界，冲出宇宙。然后最后的结果是那一天我们一共跑了全年级第1名。你还跑了第1名，你还得上去领奖，然后因为你跑太快，全班还把你这样。
跑起来，快拍快拍！然后秋裤更穿风了，就整个飞起来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发现就是如果你一旦坚持跑起来，我跟你说，所有的异样眼光你都会抛之脑后。所以朋友们不要在意这些声音，勇敢的向前跑吧，一定会拿到第因为怕丢人，然后一直跑，然后结果跑特快啊，就冲过终点都没停，直接跑出学校了，回家了。阿甘正传。你说到穿搭，我真的想到我自己一个事儿，我这个人看似不拘小节哈。我记得我2010年第一次去中国香港玩的时候，也没去过哈洋气大都市，跟着我朋友一起去，然后我自觉无所谓嘛，我也比较节约，跟管乐差不多，所以那个 T 恤都是可以穿出波浪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无所谓。但那边太时尚了，有点时尚过头了。他说：“哎，我们去买东西，那边有个叫海港城。”我听起来也不觉得多么洋气嘛，海港城一去洋气的要命，太洋气了。我人生第一次，我是走到一个穿衣镜那儿哈，哭了。啊，真的。我朋友看我那个死样子，就马上把我带到一家店里面去买，紧急找那种港男给我搭配了一套。你们看一下当年的那个照片，来，还配港男。裤子玩起来的意义是卖报童知道吧？以前有，感觉送完报纸还要回去田里插秧的感觉。是因为我脸的关系吗？长着看也就是，哎呀，也一般，可能审美变了。但是我穿上这一套，我在海港城简直头都潮翻了，潮翻天，潮翻天！我的天，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乐队以前演出，我有段时间非常疯狂的在上台去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反正那时候我们的说话呀，我们的话就跟那个衣服吊牌一样，会被剪掉，你知道吧？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特别酷，因为我觉得让别人不喜欢我这件事儿超级的帅。那阵儿还奇装异服，特别的感觉感觉自个儿怎么着的。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去做这个电台采访，有一个小孩打进来，我问他，我说您是我粉丝吗？他说不是啊。然后我说你不是我粉丝，给我打什么电话呀？但是我妈老带我去看您演出。哦，我说您妈妈是我粉丝对吧？不是啊。哎，那妈妈带你看我们演出干嘛？说我妈妈每次带我看你演出都指着说你要以后不努力学习啊，就这样。反面教材了，我就觉得哦，原来我故意跟这个世界对抗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还是就是说在实现自个儿愿望的同时，别那么玩命的跟别人对抗，就是这种感觉。我想到那个羞耻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鼻子器是可以一直滚动，是，然后你就可以去念上面的那个字。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录一个新春的一个合集，就那种字滚动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紧张，你就感觉你在跟那个字在搏斗。就是我真的很难把这个念顺，赶不上趟怕。对，就一念就要不就错，要不就快，要不就很难受，然后就一直在错，一直在错。然后对面的就是工作人员就是。哎呀，一声叹息，滚得无奈了。哇，我那一刻就完全就是自尊碎了啊，碎了。就从那个之后，就是任何就比如说要像这种能背的东西，就很长的东西，我尽量都背下来。所以当冯喜说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喜欢。事实证明，羞耻心比好胜心要厉害得多。因为有的时候，恐惧反而比向往能激发我们地球人更大的潜力。所以我们不妨把偶尔的羞耻呢，变成自己独特的升级方式，对不对？好的，本次会议呢，所有特工提案已经结束了。哎，在场的所有观众呢，都有唯一的一票投票权，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最好笑的特工大师。而厂牌的得分呢，就是该厂牌所有特工得分的总和。那个得分最高的呢，就赢得了本期厂牌大战的胜利。记住啊，只能投给一位特工了，同学们，请大家慎重的投票。各位看好自己要投的这位朋友啊，开始投票。投票通道关闭。OK， 那大副局长将为我们公布今天得票总数最高的最牛厂牌会是哪队呢？谢谢咱们延期，哎，来，咱们一起看，来，还是这个啊，等着，哎，打开。哦，差的很少，其实只差了20多票吧？干嘛给很多了？哇塞！
好嘞，咱们这个是百位数啊，咱们是个十百，咱们从个位数开始说啊。个位数其实 MC 厂牌是8，火星厂牌是2。然后那个百位数2个都是1，关键就是看咱们这个10位数是什么了。MC 厂牌10位数是2，火星厂牌是5，152，恭喜火星厂牌！我的天哪！我必须要说一下，以后这就是我们火星厂牌的首饰 logo。火星有句俗话，快乐牛牛产好奶，代代特工都精彩。希望我们都能在火星的舞台上收获成长。选择美素佳儿，让每一位地球宝宝都能喝上高乳脂、高蛋白的好奶。让我们有请美素佳儿品牌大使默默为我们呈上最牛厂牌勋章。好，谢谢。来，好，给我们的火星厂牌颁发我们的火星勋章。谢谢。第一次来我就拿到勋章，下一次我还来，我还要来拿勋章。好吧，非常开心。然后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像美素佳儿和火星的每一位特工一样，开心且认真的面对生活。咱们赢了，对不对？对呀，赢了，哎，应该好像是易老师夸你们哦。人类奇迹，人类奇迹，易老师夸人了。人类的科幻片开始了。你们获得这个奖项名副其实，德以配位，不像上面坐着3位。别这样子。哎，雨伞拿来一下。我们当然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嘴强厂牌，当然，给了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你们大家的参与。